中国特使抵乌前夕，泽连斯基突然马不停蹄地赶往多国，人没到就预告白跑一趟吗？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当前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正在对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以及俄罗斯5个国家进行访问。在访问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突然赶往多国，结合这两起事件，也因此引起了外界的热议啊。据悉，此次中国特使是就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沟通的。那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中国自始至终保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的促进和谈。由于战争到目前为止还有升级的迹象，线下全球人民也都迫切的希望俄乌冲突能够尽快结束，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可是，在中国特使抵达乌克兰前夕，泽连斯基却对法德等国家展开了访问。消息显示，泽连斯基先是到访梵蒂冈，访问的目的虽然不是很清楚，但在之后呢，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则透露希望能够利用宗教因素在调停俄乌冲突上发挥作用。然而，泽连斯基拒绝了他的好意为什么拒绝呢？我们接着往下说。访问梵蒂冈之后呢，泽连斯基又赶往了法德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了会晤。而在这期间呢，德国方面提出将会为乌克兰提供价值高达27亿欧元的军援。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方面对乌克兰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笔而对此，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也是这么说的：尽管我们都希望俄罗斯结束这场针对乌克兰人民的可怕战争，但不幸的是，这场战争还没有看到尽头。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会提供一切的可能的帮助。而在德国期间，泽连斯基还将德国方面称之为乌克兰真正的朋友。而到这儿，其实也就明白泽连斯基访问多国的目的了。所以如果说中国特使抵达乌克兰是冲着解决冲突、促进俄乌和谈来的，那么泽连斯基访问多国就是恰恰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乌克兰方面其实根本没打算通过对话的方式平息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反而甚至是希望继续得到多个国家的支持，让这场战争继续的进行下去。而在访问德国之后，泽连斯基又赶往了法国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期间呢，双方就乌克兰需要的军事援助展开了一些讨论。好在法国也挺给面子会后呢，法国方面声称接下来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帮助，包括帮助乌克兰训练军事人员，以及为乌克兰提供各种的武器装备。除此之外，泽连斯基还抵达了英国，所以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其抵达英国的时间与中国特使访问5国的时间也是一样的。说起来，泽连斯基与其夫人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泽连斯基寻求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而那边呢，他的夫人则是到访韩国寻求亚洲国家的援助。所以看来这场军事冲突短时间内无法结束，毕竟想要达成和解，必须要对谈判有兴趣。很显然，乌克兰以及西方没有这个兴趣，也因此导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一直都没能举行和谈。所以泽连斯基为何选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访问法德等国家呢？想来他可能是感觉到大事不好，得知中国特使此次前来是冲着促进和谈来的，所以在这之前先对法德等国家进行访问，抢先下手，意在让中国特使白跑一趟。而其不希望战争结束要真是结束乌克兰对美西方的价值就没有了，今后还会被俄罗斯视为眼中钉。哪怕是俄乌和谈了，这两国关系其实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